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是来讨论2377的 KVK 匹配结果的。不过我看到多数玩家的反馈呢，都是不能接受这个 KVK 的匹配结果的啊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是已经看过数据的话，你也不会接受。也是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2377会报名这一次的 KVK。那首先要跟大家郑重的说明，2377并没有解散。那国王离开了之后，或许有一些玩家会跟着国王离开了，但是王国并没有解散。原本2377国王 Shark 的账号已经被 PayPal 给买下，俄罗斯父子 BT Cyborg 依然还留在2377。那这位叫 Mini 的玩家就是现在2377的国王。OK， 那么这个画面上你们所看到的邮件呢，就是2377他们在4月17日的时候所发布的王国邮件。邮件内容就有说到，有不少的玩家已经发现到他们已经注册了 KVK， 你们应该会觉得很惊讶。或许在你们当中会觉得说，为什么 Mini 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把 Mini 给杀掉？但很不幸的，这个王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追踪。他的意思是讲，可能某一些王国看到他们报名 KVK， 也会跟着他们一起报名 KVK。所以他的做法就是马上报名 KVK。 那其实他这个想法确实是有点让我感到惊讶啦，不过我还是看到这封邮件了，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玩家都会觉得说，他们上一场 KVK 跟960战斗了之后，应该没有剩下多少的资源加速，大家都应该很疲惫了吧，不会马上报名 KVK。 所以有一些王国可能就不会去追击2377，其中还包括960，因为我觉得960有很大可能会继续追击2377，然后把2377打到灭亡为止。那么继续回来他的邮件，那他这边邮件写的有点夸张啊，可能有一些玩家会传给一些媒体的资讯啊、家人、朋友、网络喷子、医生等等，所以他们要很小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。然后现在他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要注册这一次的 KVK。那其实他们可以就是花30天的时间等待 Recovery 的 KVK 出现之后，然后在 Recovery KVK 里面待上2个月的时间帮他们恢复，又或者是现在马上进入 KVK， 然后在 KVK 里面种田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失落之地里面打一些野蛮人，又或者是刚好可以遇到一个比较有趣比较轻松的 KVK。那其实这2个方法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后者就是直接报名 KVK 会更好，因为你可以拿到更多在失落之地里面。所以他需要他的玩家马上清除所有人的医院，还有打更多的野蛮人城寨，还有喝更多酒然后等待匹配结果，还有看他们拿到怎样的匹配，又或者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发生。感谢大家的耐心和理解。所以你们已经知道了嘛，他当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在我们看了这封邮件之后，我们接下来看第2封邮件。OK， 那么这封邮件呢，是在他们匹配结果出炉之后所发布的邮件。这里就有说到，先说积极的一面，那这一次的敌人并不是960，而且在他们的阵营中也是有一个很棒的盟友3473。那其实他也是没有预料到会有其他的王国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，这个属于意料之外。那现在说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吧，就是他们即将要跟7个王国战斗，同时也会带来精彩的战斗，但是他们在皇庭的时候应该会很痛苦，毕竟这么多个王国打他们2个王国。但他后面又说到，不要太过消极，要记得像他所说的，要保持冷静，不要忘记这一点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原本他是打算要2v2的，那说实在我看过数据之后呢，是不可能2v2的。因为我在前面就有说过了，他们一开始会报名这一场 KVK 的原因呢，就是为了要打比较轻松的 KVK， 又或者是种田而已。但是你们注意看他这边写什么东西，准备与960战斗，也就是说他这一次的 Recovery KVK 呢，其实是准备与下一次跟960战斗的。但就如其他阵营所说的，2377的 Recovery KVK 跟他们没有关系。那确实啦，你要 Recovery KVK 就不要报名 KVK， 你既然报名到 KVK， 你就要尊重其他的阵营。那么其中一个王国的国王就有说到，要么就是他们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KVK， 因为3打1的关系嘛，或者是反过来，这个就是想要让2377去选择到底这一场 KVK 要怎么去进行。最终他们所选择的结果就是想要让2377拥有一个比较困难的 KVK， 让他们没有办法轻松的去种田，也导致成他们下一场 KVK 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打架。对他们而言是一场很轻松就可以获胜的 KVK。这些都是其他阵营所说的。那么在所有阵营都同意了之后，他们就说到，他们不管你到底要不要去接受，你要坐下来看着也好，
但他们最后还是会决定把奖励分给3473，也就是跟2377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王国。当然2377最后给的反应就是说他们不会坐以待毙，他最终选择了战斗。2377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战斗，敌人想要把2377丢在角落，就像一只哈巴狗一样等待他们吃剩的饭菜。所以最后他们决定把计划更改，把 Recovery KVK 移植到下一次 KVK， 也就是这一次 KVK 结束之后。他们不可能坐在角落来观战这一场 KVK 进行，让我们行动起来吧，还有让大家都听得见，这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方式 Let's go。 那以上就是2377那边所发布出来的邮件内容，那各位看了之后是不是觉得说哇热血沸腾啊？那你们可以看到，从一开始2377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打简单的 KVK， 我想要轻松，我想要 recovery， 变成说他们自己也想要去参与战斗，去打爆对方的那个心情转变。但同时间我也是蛮担心2377的，因为说实在的，上一场 KVK 他们跟960战斗之后真的是损失很多，也包括960的玩家在内。不过也好在他们这一次报名的 KVK 呢是4个阵营的，而且只有关卡4、关卡7还有黄庭会战斗而已，所以会有蛮长一段时间让他们去休息。也希望他们在黄庭大战的时候可以有充足的资源加速去战斗啦。至于关卡4呢，其实并不是很重要，可以选择战斗又或者是战斗一边而已，不一定要战斗两边，因为我觉得2377的人数应该没有办法战斗两边。不管怎样呢，我还是很期待他们这一场 KVK 啦。至于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 2v2 呢，我们可以看这边的数据。那么先提前跟各位说一下，他们是还没有分配阵营的，这个 KVK 呢是需要前置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阵营。所以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阵营分配呢，只是大家做一个假设而已啊，谁会拿到哪一个阵营。然后从这边的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只是光靠击杀而已，基本上2377的击杀就等于2个阵营的击杀。但是如果2377那边又再另外分配多一个阵营给他们的话，其实也不太合理，这样子他们的击杀反而会更多，并且2377的战力也算是蛮高的。重点是大家都认为说2377的等级就等于960，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到上一次2377跟960的 KVK 表现了吧，其实2377是真的有机会可以打败960的，只是他们的资源加速没有像960这么夸张而已。如果是比960多的话，我甚至觉得说960是不可能打赢2377的。或许各个王国都是这样子想的，所以他们才会想要让2377这个阵营去打他们其他3个阵营。那其实我也是想要帮2377说话，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数据，不管2377跟谁合作也好，都是不公平的，都是不平衡的。但就算是他们最后做出来的结果，让2377一个阵营去打3个阵营呢，其实也算是不太公平的。所以只能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官方的匹配系统吧，他们匹配成这个样子。但一方面也算是2377的问题啊，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匹配出来的结果会变成这样子，可能很难匹配。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跟其他的先锋王国约架，但是我在前面就有说过了，他们其实只是想要 recovery KVK， 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先撇开要不要合作的问题，那你们可以明显看到，其实2377的击杀已经很高了，为什么还会有多一个王国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？我反而觉得3473应该要分配给右上角又或者是左下角的阵营会比较合适，因为你们可以看到2377阵营他们的击杀跟战力都普遍比其他阵营还要更高，根本就不公平的匹配。但是既然外交结果都已经出炉了，他们也是选择了接受战斗，那我们也只能看接下来他们的表现了。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匹配结果还有外交结果之后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又或者是我有些地方说漏说错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